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552题，所谓的 Student Attendance Record 2。那它的题目是这样的，它是说有一个出席的一个记录，那是学生出缺席。那原则上呢，它会用一些字元来表示它的一个出缺席的情形。A 当然在这里表示是缺席 ，L 代表是迟到 ，P 代表它是有出席的。那任何的学生只要满足下面的情况，他就会被奖励这两个都要满足，也就是说，学生他缺席的天数是小于2所以换句话讲，他缺席的情况只有0或1。好，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学生他从来没有连续3天或3天以上迟到，也就是说连续的。那他这里的题目是说，他给一个 n 就代表他要上课的天数嘛，那所以你要说这个学生他可以获奖的一个情形，他有多少可能多少的一个可能因为这个答案会很大，所以他要求你的答案要去做modular 所谓的除掉10的9次方加7这个数字的余数你要传回的值要做这样的一个除法余数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一般讲模计算。好，那我们看它这里的例子，它这里的例子是说，第一个是 n 等于2，n 等于2，我们看看它各种的一个组合的情形，它可能会获奖了，当然是2天都有出席，然后缺席1天，另外1天是有正常出席，然后这也是迟到1天，另外呢是1天缺席1天，1天迟到，2天迟到，所以有8种可能。那基本上呢，如果说我们将这样的排列组合全部考虑的话，因为这里是2，所以它总共是有9个，所以唯一不符合的就是连2天缺席。好，所以这个情形应该知道。所以这个原则上就是去考虑它的一个排列组合的一个情况。好，第二个情形，第二个例题是说 n 等于1，所以它的情形，它就是 P A L 都有可能，P A L 都有可能。第三个当然这里就是你要真的去算真的要去算那它的 constraint 呢是说，它 n 最大的数字可以到10的5次方也就是10万。解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就会比较建议用所谓的动态规划DP 的方式去解答。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试图去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这边先用 Python 来试做一遍所以在这一开始的话，我们当然先定义它要磨掉那个很大的数字，应该是10的9次方加7。好，然后我们就写一个递回函数。我们就直接叫 f 好了。里面参数当然有我们的
i， 那还有它缺席的人数 epsilon， 还有它还有它缺席的天数 epsilon， 那它连续迟到的天数 late。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如果说它缺席的天数如果是大于等于2，它当然就没办法获奖。那或者呢，它迟到的天数连续大于等于3，那也不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它的值是0。好，这在递回的情形。如果 i 一开始是0的话，它答案是1了哈。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它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这边用 ANS 来代表它要传回去的值。那原则上，我们先考虑，就是说，假设他这一天他在第2天他是出席的也就是他在那个字串上所显示的是 P 所以这边我们就用递回去呼叫之前 epsilon， 那因为今天他有出席，所以他的连续迟到的天数就变0这很清楚。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考虑他今天是迟到的情况。如果是迟到的情形，说他的 epsilon 缺席的天数当然是不变的，但是呢，它的迟到的天数就会加1所以 late 就要加1。再来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它缺席，所以我们都把它加进来。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epsilon 的情形要加1，那迟到当连续的天数就变0。好，所以原则上我们这边要传回去的值是 ANS 磨掉 mod， 也就是10的9次方加7。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里因为这个函数写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去回传我们 f 在第 n 天，假设它是没有任何缺席，没有任何的迟到基本上这个应该可以。那第3个它这个应该会第3个 test case 它应该会超过时间，所以我们在这边很简单，只要加上 at catch。好，那我们让子形变，那我们拉高一点。好，我们的第3个 case 如果 OK 的话，应该就 OK 了。好，那我们 submit。所以它这边出现的是记忆体用掉太多所以在这边的话怎么办呢？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就必须再进，虽然我们这样做虽然是 recursion with cache， 但是它基本上它会超过它的记忆体 n+1 乘以2乘以3，我们注意它的一个顺序。好，
所以在我们这个第9行空的地方呢，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就去判断我们那个DP 在 I absent late 在这个情况下，它是不是已经计算了如果说它不等于-1的话，它就代表它是已经计算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它不等于-1，好，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就直接是 return 这个清单在这个的值。好，那我们再传回去的值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先去计算将这个计算的值先丢给这个 list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值再传回去。好，那所以看看我们会不会有刚刚的情形所以我们的 memory exceeded 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刚刚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形，那我们再让 run 一次。好，所以我们这样自己手动去写它是 OK 所以它这是难题，你用之前的加上 add catch 是不行的。那我们再把它 submit。好，虽然用的时间很久，但是它是接受的这个至少在 Python 版本，它至少透过我们这样的修改，它就可以接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程式语言的撰写。所以在C++这样部分，我们直接就将它改写成为迭代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这个版本呢，其实是比较优化的版本它 space 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原先是要很大的，但是基本上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只要用2×2×3这样一个3D 的一个阵列就可以了。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它的 base condition， 也就是说，在这个 i 等于0的情况之下，它都是1所以我们这边就采用 C++ 的 fear 这样的一个函数。那原则上呢，就是前面6个，当你的 j 是0、1 ，k 是0、1、2的情况下，总共6个，统统都填为1当然一开始的情形。好，那透过我们的3层的回圈我们的控制变数分别是 i、j、k。那 j 所代表的就是你缺席 absent 的天数所以有0天或1天超过当然就不用考虑。那连续迟到的天数是0、1、2，用 k 来表示。那我们在这边当然就考虑，如果说你是我们的第2天假设你是出席的是出席的，所以这边这个k 的值就是说连续迟到天数当然就变0。好，如果是迟到的话，这边当然这边就加1当然我们在这边有限制，就是说你 k 当然是必须是小于2才要做这样一个动作不然的话就是就不加0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缺席所以这边基本上应该就是从
递回cache 的版本去改写啊。那当然我们这边模计算我们只做一次的计算啊，这样当然会比较快。那在第18行地方，我们就将它的答案把它传回去。那我们让它 run 一次，好 submit。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基本上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26毫秒啊，这个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去优化。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边。